这样的蓝忘机不用强大的灵力，却更加单纯朴实，自然灵动。魏无羡不禁怀疑，要是习惯了这种温暖，等蓝忘机走后，他还有勇气一个人面对风霜雨雪和长久的孤独吗？蓝忘机熟练的翻菜加佐料，看他一眼，魏婴，盛饭。哦，魏无羡回过神，伸出胳膊拿蓝忘机旁边柜子里的碗，他前额的头发湿漉漉的垂下来，微微遮住眼睑，这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小了好几岁，加上身上皂荚若有若无的香气，看起来十分清新可口。蓝忘机不自觉向旁边移开一步，魏无羡毫无自觉，紧凑到他身后，歪着头道：“炒的什么东西？”说话间，口鼻的气息轻拂过他的脖颈，水珠顺着修长的脖子淌进衣领里，在他漂亮的锁骨上留下几道水渍，透着一股子不加修饰的诱惑。翻动的锅铲停了，鸡蛋。魏无羡想起来自己家养的那几只巴掌大的小鸡崽儿，撇嘴道：“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咱们家自己养的鸡蛋。”蓝忘机麻利的把菜装盘，眼睛并不看魏无羡：“至少还要3个月。”蓝忘机做事一向有计划，且从不偷懒。把那几只小鸡小鸭接回家的第一天，他就自觉地担负起喂饭打扫的责任。为了更好地监督它们成长，他甚至给那5只小鸡起了名字，叫仁义礼智信。后来在魏无羡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同意那3只小鸭叫辣椒、八角、麻花。有蓝忘机负责，他非常放心。他甚至能想象出3个月后，蓝忘机挽着一筐鸡蛋，面无表情地告诉他：“魏婴生了，母子平安”的画面。想到这儿，魏无羡甜甜地笑道：“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天天吃蛋羹了。”想象起未来的日子，蓝忘机也微微勾了勾嘴角。见他还想忙别的，魏无羡把他往厨房外推：“行了，剩下放着我来，你快去洗。”蓝忘机这才嗯了一声，擦了擦手。待蓝忘机出了屋子，魏无羡想起什么，又追过去：“对了，蓝湛，你先把脏衣服给。”蓝忘机已经卸了抹额，正在脱中衣，显然是没想到魏无羡会突然闯进来，略一犹豫，还是将衣服脱了下来。魏无羡看着那玉一样细腻宽厚的胸膛，还有那片充满野性的太阳烙印，心快得像打鼓一样。蓝忘机将衣服递给他：“哦，你继续洗吧，我先出去了。”魏无羡飞快地转过身，感觉脸上的热度一路蔓延到了脖颈。不怪他多想，刚才的画面与记忆中云平城那次太过重合，连带着之后的画面像风一样通通刮进了他的脑海。在大脑反应之前，身体已经开始怀念那温热的嘴唇、暖融融的皮肤，以及拥抱时肩胛骨上凹凸柔腻的触感。说到底，他魏无羡两世唯一的一次情事，也就是那晚了。他所有能想象到的最刺激、最羞耻的感觉，都是蓝忘机带给他的。回忆中的主人公就这么赤条条站在他面前，他怎么可能没有想法？魏无羡把脏衣服装进木盆里，倒上水，莫名感到口干舌燥。他抓起放在一旁的酒瓶，猛灌一口，想借此冷静冷静。谁知酒方入喉，一阵剧烈的腥咸浑厚，魏无羡猝不及防全喷了出来。噗！魏婴，蓝忘机的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魏无羡拼命吐舌头，眼泪直飙，勉强道：“没什么，不小心呛到了。”待细微水声又响起，魏无羡嫌弃地把那瓶酒掏出来看，心道：“这味道明显不是正常的酒，又腥又苦的。蓝湛别是给人骗了，买了假酒回来。”大概是心虚，魏无羡晚饭的时候没再敢多看蓝忘机，刷完厨具就爬上了床。所幸今天爬了山又挖了地窖，他本就累得不行。等蓝忘机熄完灯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沉沉的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魏无羡听到一阵窸窣声，他睁开眼睛，见窗外天还黑着，嘴里嘟囔了一声。蓝忘机转过身，安抚地拍拍他的手，用气声说了句：“你睡。”魏无羡凝神细听了一会儿，便心下了然，这是家里进贼了，估摸着还是个新手，不得要领，脚步声都藏不住。蓝忘机显然也意识到了，所以连碧晨都没带，悄声地推开了屋门。过了一会儿，魏无羡就听到院子里传来一声惨叫，笼里的鸡鸭似乎受到了惊吓，也发出不同程度的叫声，一阵鸡飞蛋打。院子里这么热闹，他也睡意全无，干脆穿上鞋出去瞅瞅是哪里来的小毛贼。蓝忘机和温宁已经把人制服了，正压在院子中央。这贼身材瘦弱，胆子也小，
被抓后哆哆嗦嗦地趴地上磕头，哭喊道：“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吧！”魏无羡也是第一次捉贼，眼中难掩兴奋。他们在村子里的生活大多时候都十分平静，最大的威胁便是那群嚣张跋扈的鹅，还有几只体型彪悍的猎犬，因此任何一点点波澜都能成功挑起他们的敏感神经，就像一个久经沙场的老人，卸甲归田后见人杀猪都想去凑凑热闹。那小贼抬眼看到魏无羡时，明显愣了一下。魏无羡身上只披着一件单衣，头发随意散着，因为刚醒，脸上还有未散的懵懂，看起来有几分卧榻美人的味道。蓝忘机察觉到他的目光，手上一用力，小贼立马低下了头。虽然他们平时看起来和村民没什么区别，但上过战场的人身上的气场和普通人还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当他们把这种隐藏的气场故意释放出来的时候，很少会有人不感到害怕。那小贼一看蓝忘机面色不愉，裤裆就有点湿，浑身也止不住的打颤。魏无羡就笑道：“胆子这么小啊？”蓝忘机见到魏无羡笑了，面色比刚才微微柔和了些。这小贼是个有眼色的，一下子就明白面前这个灵力高强的仙君和旁边那个小白脸谁更有话语权，立马改朝魏无羡磕头，涕泗横流道：“大哥，求你们饶了我吧，我就是一路过的，什么都没做啊！”魏无羡在他面前蹲下来：“我们院子的大门可是关了的，你什么都不做，进来干什么？”小贼被说得哑口无言，一双眼睛哭成了核桃。他是真的害怕自己会被这三个人弄死，尤其是这个冷冰冰的仙君，怎么自己越求饶，他看起来越生气啊！魏无羡看这小贼年龄不大，似乎还有点面熟，仔细一回忆，想起来这是村里的一个小流氓，外号叫二赖子，是个脖子，从小没爹没妈，算吃百家饭养大的，平日帮人干点杂活，私下就爱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说起他，魏无羡也一言难尽。他曾听刘梅说过，这小流氓不但不学无术，还是个好色之徒，平时最爱躲在湖边偷看姑娘，许是知道自己不受女人欢迎，时间久了就爱跟年轻漂亮的小伙子来往，还对人毛手毛脚的。老实点，我知道你是谁，说你到底是来干嘛的？二赖子哪敢隐瞒，立马全招了。他住的地方离魏无羡他们不远，见他们刚搬来不久就有钱盖房，有钱买肉，就以为他们是哪个落寞家族的公子，带家财来这儿是为避风头的。本来他也只是随便想想，没打算做什么，可这天他偶然路过，见魏无羡他们一反常态，早早的关了院门，心里好奇，便翻到了大榕树上，想一探究竟。看他们兄弟三个正在院子里挖坑造洞，个个一脸严肃的模样，顿时心中大喜，心想他们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这肯定是在藏宝贝呢。当晚他回到自己的窝棚，心里就盘算着怎么弄到这宝贝。他的计划非常简单，首先要潜入他们住的院子，看看坑里的情况。如果是个小坑，那说明要埋的东西就是珠宝翡翠，他就去卧房和梁上找找。如果是个大坑，那就是铜钱银两，得等到以后他们外出再趁机挖出来。他就这么一边想着一边等，一直等到了后半夜，待整个村子没一点动静的时候，他打着黑偷溜出了门。魏无羡想起刚才那声惨叫，就问蓝忘机：“没弄伤他吧？这人干体力活的，万一把他吃饭的家伙给毁了，变相等于断他生路。”虽然魏无羡并不同情他，但也不想害死他。蓝忘机道：“没有。”他是因为正好撞见坑里的温宁，以为见了鬼，给吓的。魏无羡转头问道：“温宁，你在地窖做什么？”温宁老实回道：“公子，我睡不着，就想多挖会儿地窖。”那小贼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几个人白天只是在挖地窖，哭得更惨了。魏无羡揉揉耳朵，确认道：“咱们家的鸡和鸭呢？”温宁道：“都在，一只没少。”魏无羡长舒口气，皱着眉看了他二赖子。遇到这种人，他们也很头疼，一来没丢东西告官没用，二来又不能打死，所以魏无羡严厉警告了他几句，就让他滚了。出了这件事后，蓝忘机反应过来，就算是这样的小村子，也并不是完全安全的。送二赖子出去后，他在院墙上设了一种障眼的结界，能让攀墙的人自动绕路，只有门边才能靠近。这是他们小时候常玩的把戏，叫鬼打墙，杀伤力小，但对付普通人却足够了。等两人重新回到床上，一时都有些睡不着，魏无羡就拉着蓝忘机聊天，
假装不经意的聊起：“那酒是怎么来的？”蓝忘机实话实说。魏无羡意味深长的哦了一声：“是刘姑娘给的，那至少可以确定这酒不是假的，也不会有毒了。”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请点击订阅频道，欢迎在视频下留言，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感谢您。